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家里面的电饭锅蒸笼不要再扔掉了，或者是把它放到犄角旮旯的地方，从来没用过，这样也太可惜了。很多人都不知道把它放在厨房里面，这些妙用一个比一个还要妙哦，既省钱又实用。如果你现在都还不知道的话，那也太可惜了。像我手上的这个电饭锅蒸笼，相信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几个吧。相信有不少人和我一样，电饭锅都用坏好几个了。第一个电饭锅里面的这个蒸笼，却从来都没用过。像这个蒸笼啊，一看就是很久都没用过的，但是依然非常的新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像这个电饭锅蒸笼，它的质量特别好，也特别厚实，看上去也非常的上档次，比平时我们花大价钱自己买回来的那些蒸笼真格要好太多了。那么它到底有哪些神奇用处呢？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因为我家的这个电饭锅蒸笼是以前已经坏掉的电饭锅里面的蒸笼，今天才发现表面非常的脏，所以用之前我们先用清水将它洗干净，里里外外都要洗的哦，这样用起来才放心。洗干净的蒸笼，用干净的毛巾将上面的水分擦干。第一个用途，往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要多加一点。再把电饭锅蒸笼这样倒扣在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蒸家里面的剩饭、剩菜，或者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热包子、馒头，都特别的好用。我们平时热剩饭剩菜都是家常便饭的事，但很多时候由于没有蒸锅，只有这种的大铁锅炒菜的锅，而正好家里面又没有蒸架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电饭锅里面的蒸笼倒扣在里面，用来热食物了，特别的方便哦。在蒸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把水蒸干了，不然容易发生危险。而且在加水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，不能加一点点，一定要把水位加到蒸笼的1/2处。我们都知道电饭锅里面的这种蒸笼一般都是塑料的，尤其是我家的这种是塑料的。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买的电饭锅里面的蒸笼它是金属的，如果是金属的话就随便加多少水，但如果是像我家的这种塑料蒸笼，那么水就一定要加够，而且还要防止在后期的过程中把里面的水烧干，不然的话蒸笼也会被烤融化。第二个用处，电饭锅蒸笼和洗菜篮很多会有很多小孔，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孔洞大小不一样了，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作用，那就是沥水效果了。当家里洗菜篮被占用时，就可以用这个蒸笼来清洗蔬菜、水果等物品，用来装蔬菜，不管是清洗还是放置都是很实用的。而且再有蒸架也可以用电饭锅。第三个用处，我们家里煲汤、做阿胶汤或者做糖水，都喜欢放一样东西，那就是红枣。我们知道给红枣去核是个麻烦事，但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又必须去核，这是为了防止小孩误吞坚硬的外壳，造成危险。以前给红枣去核，要么直接用手掰开，要么用刀切，这样也能去核。但是去核的结果就是，要么红枣被切得很碎，要么掰得很难看，而且还有不少红枣肉粘在上面，非常浪费。
这个时候我们的蒸笼就能派上用场了。只需要一根筷子，再把蒸笼倒扣，然后把我们需要去核的红枣放在蒸笼上，注意让红枣核的位置对准蒸笼的孔，然后把筷子放在红枣上边，从上面往下戳，从而带走红枣核。这个方法一去一个准，非常省时方便，而且去完核后的红枣还非常完整，简直太棒了！利用电饭锅的蒸笼来进行去核操作，可以非常快速地完成，而且果核上几乎没什么果肉，去除得非常干净。削完枣核的红枣可以直接食用，也可以按照个人喜好切成片泡茶喝，或者煲粥煮汤等等，都非常方便食用。第四，在家穿肉串怎样才能提高速度呢？平常我们都是用手拿着，一个一个穿在签字上，这样穿肉串速度太慢了，还时常担心会戳到手指。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妙招，家里只要有带孔的蒸格，就可以把切好的肉放在蒸格上，然后利用蒸格的孔隙，将签字扎在肉串上，这样很快肉串就串好了。最后我们只需要整理一些间距就好，不管是自己家吃肉串，还是开烧烤店的，都可以试试这样串肉串，大大缩短时间，提高效率。妙用5，现在几乎大部分家庭都会囤着各种水果，买回来的水果如果不及时拆开包装袋，很容易闷坏，要么容易熟透烂掉，要么容易发霉，从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。但是拆开方便待散着放，也容易滚落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拿蒸笼来摆放水果，当做一个水果篮子来使用，也非常不错哦。这个蒸笼有很多小孔，通风性比较好，用来放水果简直太实用了。像这种的电饭锅蒸笼，我们可以用它来装一些瓜果蔬菜，或者是坚果之类的东西，比如说家里面的核桃、红枣、花生等等，都可以放在里面，摆在餐桌上，看起来也非常的档次。除此之外，它下面有许许多多的漏水孔，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清洁瓜果蔬菜哦。所以说啊，看了今天的视频分享之后，家里面的这种电饭锅蒸笼千万不要再扔掉了，赶紧把它利用起来吧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